苦楚之战第2章，会中订婚宴第5集。严保会从上海到杭州任职。眼下虹口一带已经戒严，渡口被封，日本海军陆战队一面派兵保护日本侨民，一面挨家挨户搜捕嫌疑者。街上有装甲车巡逻。徐永道、李希勇、黄文墨重新回床上躺着，等外面没有骚动后，徐永道小声说：“你俩没睡着吧？快起来，商量对策。”他们没开灯，摸黑起来，低声商量，一致认为据突发状况，应尽快离开是非之地，返回笕桥，事态平息后再派人来勘察。李希勇从床板下取出军用地图，还有徐永道当天上午在志诚堂书店买的新版上海地图，包在一大块丝绸面料里，藏在丝绸样品中打包，准备次日清晨坐头班的火车回笕桥。此次上海之行，徐永道3人完成部分实地观察日军目标计划。日本水兵被暗杀，日军戒严虹口，新增2000多名海军特别陆战队队员。装甲车、武装巡逻车日夜警戒大街小巷、楼房上铺，他们只好提前1天返回。就在他们返回笕桥前1天，严保会抵达杭州。他接到史密斯院长请他到杭州广爱医院任职的聘书，次日就启程了。徐永道在虹口遇见江成业时，得知严保会已答应他的求婚。他返回杭州时，心里充满的不是欢喜，而是恐惧。他怕他去杭州见到他之前，先遇见林浩恩。正如约伯所言，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徐永道所惧怕的迎他而来了。严保会这次到杭州带了不少行李，他从杭州城站下车，直奔广爱医院。刚到医院门口，听见有人冲他喊：“严小姐！”他转身一看，见林浩恩迎面而来。林浩恩老远就看见走在挑夫旁边身穿粉红色连衣裙的严保会，这条裙子就是他在笕桥礼拜堂初次见他时穿的那件。他赶紧疾步跑来，说：“真高兴在此与严小姐不期而遇。”严保会面露惊奇，说：“林先生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林浩恩说：“有位同事突发阑尾炎，我送他来医院，住院手续已办妥，我准备回笕桥。出了医院门，才想起钢笔忘在病房里，正要回去取，就看见你。真是太巧了。”他说。他看着他的行李，眼中透着疑惑，问：“严小姐来住院？”“也可这么说，我要住院了。”他说。“什么病？”他问。“来医院工作，医院安排一间宿舍。”他说。林浩恩抑制不住内心喜悦，说：“太好了，以后能经常见到你。”医院这等地方，林先生少来为好。他说。来医院看朋友，不看医生总行吧？他说。他笑而不答。永道怎么没去接你？他问。他不知道我今天来。他说。林浩文心里想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嘴上说，原来如此，我帮你把行李搬宿舍吧。林先生不是要回笕桥吗？别耽误了火车。他说，还有时间，我帮你收拾好再走，能赶上最后一班。他说。他无法推辞，只好答应他。林浩文陪着严保会在医院报了到，领宿舍钥匙，把行李打开，打扫房间，铺好被褥，又带他去医院外面的观潮楼饭馆吃晚餐。临走还嘱咐他早些休息，
林浩恩不知道，妹妹林慕恩带他向严宝慧求婚。严宝慧也不知道，他把给林慕恩和徐永道的回信装错了信封。徐永道打算，严宝慧打算安顿下来再去剑桥找徐永道。从天而降出现在徐永道面前，让他感到惊奇。他没料到会在医院遇见林浩恩，只顾帮忙安顿，忘了嘱咐他不要把他已抵达杭州的事告诉徐永道。徐永道一回航校，就把虹口日军布防情况向黄校长汇报，然后就去找林浩恩。若非到虹口出这趟差，他早该找林浩恩了。林浩恩见徐永道找他，问：永道这么晚找我，出什么事了？林浩恩，你是我朋友吗？徐永道问。此话怎讲？林浩恩反问。你明知严宝慧是我的女朋友，为什么向她求婚？徐永道问。向严小姐求婚？没有的事啊。林浩恩说。你真高明，假装 holy。你这法利赛人，让妹替兄求婚，求婚对象竟然是朋友的未婚妻。徐永道说。永道，我冤枉，请相信我绝对没让舍妹向严小姐求婚。林浩恩说。徐永道把那封原本应该寄给林慕恩的信甩给林浩恩，说自己看。林浩恩读完信，沉默几秒，说：我承认的确向舍妹流露过悔意，就是没早让她把我引荐给严小姐，但仅仅是悔意，无意多有其。从林浩恩的态度语气，徐永道感受到他的诚恳，火气略消，说：林浩恩，我再信你一次，我和他就要订婚了，你把悔意改成认命，乃是上策。说完就走了。徐永道走后，林浩恩陷入痛苦的沮丧中。昨日他意外见到严宝慧帮他整东西打扫房间时，他感觉到无比愉悦，那愉悦一直伴随着他，使他刚才能以平静态度对待徐永道的责问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可现在林浩恩的心情实难平静。刚才徐永道说他就要和他订婚了，林浩恩无法欺骗自己，无法假装为徐永道订婚而欣喜。徐永道刚才的质问使他更看清自己的内心，自己爱上他了，却刚好晚一步。此刻他心情开始低落，昨日见他带来的喜悦愉悦被刚才发生的一幕抵消殆尽。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眠，索性起身坐在桌前，随手翻到以赛亚书，从第1章开始读，读到56章前2节。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禁止己手而不作恶，如此行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。困得眼睛睁不开，倒在床上睡了。找林浩恩吵架次日，徐永道请1天假，穿西服扎领带，乘火车去杭州。出杭州城站，他先去福来首饰店取回订好的戒指，再去绸缎庄买几块上好丝绸旗袍衣料，就去找严宝慧。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严宝慧正在药房当班，见取药口递进1张白纸，竖体写5个毛笔字：求见严小姐。他抬头看，见是永道，并不吃惊，说：我猜到你会来。他以为林浩恩对徐永道说了他已来杭州。门在北边，你进来吧，他对他说，怕影响你工作，我在外面等你下班。他说，也好，你去花园里等我吧，快中午时再来找我。他说，
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，他回来了，在药房窗口对他说：“附近有家餐馆不错，中午请你吃饭。”好，就要下班了，他说。他关了窗口，换身衣服就跟他去了。徐永道看中的饭馆，正是昨晚林浩恩请严宝慧吃晚餐的观潮楼。他领他上2楼，走到他订的靠窗座位，拉开椅子请他坐下，然后他神色严肃地说：“宝姑娘，来杭州工作的事应提前告诉我，我好去接你。我知道你很独立，很能干，但近来时局动荡，年轻女子独自出门很不安全。你来的路上还顺利吧？行李多不多？我知道你忙，不想打扰你。这些年我独立惯了，没想那么多。准备周末去航校找你，想知道你对我的突然造访会有何反应。”他说：“你将是徐太太，不是严小姐，请记住，再有什么新行动先告诉我。”他说：“我记住了，一路还顺利。对了，我来那天恰巧在医院碰上林浩恩，他帮我收拾行李，布置宿舍，还带我来这里吃的晚餐。”他说。徐永道一听，他惧怕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严宝慧这次来杭州，果真在他之前先遇见林浩恩。这会儿令他怒发冲冠的是，昨晚他找林浩恩时，林浩恩只字未提在广安医院见过严宝慧，且帮他安顿。他心里说：“林浩恩，你这家伙城府真深，今晚我还要找你算账。”但此时他不想在他面前提林浩恩，他希望林浩恩3字从严宝慧记忆里消失。他转移话题说：“宝慧，前几天我去上海出差，见到你姐夫江成业。”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收看。